好，接下来来关心到的是川普这一回直接点名了，我要接管格陵兰。难道北极战争进入倒数了吗？美中俄会不会在此擦枪走火？赶快来关心到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川普此刻又在高喊呢，他要接管格陵兰，北极是否进入战争前的准备呢？我们今天也会关心美中俄在这边的角力。接下来看到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媒体也特别做了一个报道。特别提到了中国威胁论，他说大陆的科研潜艇已经深入在北极的冰层里面，中俄在北极的实际影响力是否已经开始压过美国，让美国如此的担忧呢？这是第2个问题。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如果这边提到美国真的对格陵兰动武的话，北约会不会第一次因为美国而引爆自己联盟之内的内战呢？丹麦首相也在此刻最新出来警告，他说：“美国，如果你攻击的话，北约就会玩完。”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带观众朋友一起来做解读。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川普之前有说他要接管格陵兰，但这一次他又再次很严肃的提到。美国需要格陵兰，并且就说呢，格陵兰的位置真的是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眼前看到的问题就是中俄船只啊，全面的覆盖在这个地方了。那么主权国丹麦啊，都已经看到这样的状况，还是无力因应。他甚至说呢，目前在北极的防务上面，丹麦你竟然只增加了一台狗拉雪橇而已，痛批说丹麦你到现在为止防御的能量实在是太不足够了，无法满足我们美国的国安需求。因此呢，川普说他已经派人推动了，会把格陵兰并入美国当中。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持续帮助川普来加码，他还扩大中国的威胁论。他说，大陆正在加速布局北极，对美国已经构成了重大的威胁。尤其在去年夏天，可以明显看到大陆的科研潜艇首次的在北极这种很厚的冰层下面，达到数千英尺的深处，完成了载人的深潜。他说，这个是对美国来说一个军事上跟商业上的一个威胁了。那么我们也看到，除了川普本人自己说到这个中国威胁论，这一位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地图，川普的政策幕僚长兼国安顾问，他的妻子叫凯蒂，他也直接在社群上面发布了一个格陵兰的地图。大家关注到这格陵兰怎么怪怪的呢？因为上面竟然是美国的国旗，并且呢，他的妻子还发文配着上面标注说即将推出，就是 coming soon， 是美国要去占领格陵兰的意思吗？这贴文一出啊，不到1天，浏览次已经破了1200万，在网络上引爆非常大的热议。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川普喊出的接管格陵兰。其实这一回丹麦是非常非常的担心了，他们觉得事情有可能会真的发生，北极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战争前夕，也会关注到美中俄在这边的角色。我想川普要格陵兰应该不是开玩笑的，因为他昨天在飞机上接受访问啊，记者问他那格陵兰怎么看，他说格陵兰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太重要，对，他说啊这个丹麦是无力来保障格陵兰的安全的，这个国家是一个罪儿小邦啊，没有那个能力。啊，他说现在在格陵兰附近啊，就是俄罗斯跟中国的船只到处都看得到。那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证据啊，就是啊，到处都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影子啊。所以呢，他说啊，他们这个美国啊，对格陵兰是他不是开玩笑的。那人家就说，记者就说，那你欧洲人会不会造成你们跟欧洲的这个中间的美国跟欧洲之间的这个争执啊？因为丹麦是属于欧盟的国家嘛，那欧洲很多国家也替丹麦讲话了，那所以川普说，他说不会，他说其实说真的，欧洲很多国家都希望把格陵兰交给美国，为了安全的理由。当然就是说，川普我看他也不是开玩笑，因为他川普1.0就曾经讲过格陵兰啦，那这次他卷土重来，他当然格陵兰。我觉得今天他在委内瑞拉这一场胜局之下哈，他有一点想乘胜追击，因为我看昨天他的电视在这个飞机上啊，那个弹性之足啊，弹了1个多小时，然后有一个美女记者在他面前一直问问题，他就一直打，然后那个都是深夜啊，他还是可见他对于他的这个打这个哈，这次马杜罗哈把他绑回美国啊，他是非常得意的。这种德意之间就很容易啊，
他想乘胜追击。那其实我自己的看法，我看了格陵兰从地理上来讲的话，真的它是比较靠近北美的，哎，它跟加拿大是连在一起的啊，尤其那个地方到了北极以后啊，那很多地方都是冰封的，对不对？那你跟欧洲，说实话，它跟欧洲是有距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不是门罗主义吗？我看他这个唐罗主义哈，更进一步啊，可能就变成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美洲在地理上应该是把这个格陵兰一起划进来了。那格陵兰当然它现在目前是很难开发了，可是它的土地有216万平方公里啊。那你要知道，很多这些地球科学家都在讲说，其实人类暖化，有些小岛会淹没，有些地方会太热，有些会有很多极端气候，可是有些地方是受惠的，受惠的就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跟将来的格陵兰，他们可能那个冰层这个可能会将来气候的变化，他们可能是最适合居住跟开发的地区。所以川普要当凯撒大帝的话，我想他可能要在美国历史上留名抢一块这么大块土地的话，他可能会自己觉得应该又可以得一个奖章吧。好，川普想要乘胜追击，看起来拿下格陵兰已经是必要的，川普势在必行的这个节奏。那现在川普也特别提到了嘛，还有美国的媒体也特别提到了说中国威胁论。刚刚看到这个科研船，现在是主要用在科学上面，但是在美国的挑衅之下，有没有可能越界走向军事备战？有关于大陆的角色，那包括了中俄联手在这边的影响力，现在有没有可能跟美国真的起冲突？干哥又怎么看？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中国科研潜艇这个可以潜到冰层底下数千英尺深，这个不是新闻啦，早就已经可以了啦。只不过川普再把它拿出来讲一遍，说你看中国潜艇已经跑到格陵兰下面去了，这很严重了，对不对？你们格陵兰人还不赶快想办法要谋取自己的利益嘛，对不对？卖给我们美国。我帮你把防卫全部做好，我还帮你开矿，对不对？一举数得。而且老实讲，那丹麦的那个总理跟丹麦总督尼尔森他就讲说，我们是主权独立，我们属于丹麦。你现在到底在讲你在练什么疯话，讲什么疯话？可是川普不是这样想，他认为他把那个16世纪的那个阿拉斯加拿来当做跟现在的这个格陵兰在同一个地位上比较，就是说，当时我们从俄国买了阿拉斯加之后，阿拉斯加现在你看资源开采丰富，而且成为我们北美很重要的一道屏障。那你格陵兰如果说由我们来控制的话，更可以阻绝俄罗斯和中国势力。所以这是站在美国的角度去看天下，去看整个世界的战略前沿的那种布局它看起来很正常，可是所有的国家就觉得很不合理啊。丹麦说我是北约成员国，现在也是同样是北约成员国的美国要来侵略我们丹麦，那我们要向谁申诉啊？我们是不是投诉无门啊？尤其美国又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那我们到底要向国际法庭或是向谁申诉？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非常荒谬的一个，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因为要抵抗美国入侵，而自家人在这个联合国里面、安理会里面给打起来。所以这一次还有更妙的一件事情，美国最近批准了什么？批准了卖给丹麦三架这个我们中华民国日夜梦寐以求的反潜机，叫做 P8海神 Poseidon 海神反潜机，现在是全世界最一流的反潜机，也就是说水底上面跑的什么东西它都抓得到，这叫做 P8反潜机。那就是从哪里改过来的？从 P3改过来的。P3就是我们现在现役的我们现在台湾海军现役12架 P3北极星反潜机。那结果呢？现在更进一步更高一级的叫 P8海神反潜机，他决定卖3架给丹麦了。奇怪，你不是说你要帮丹麦防卫吗？你还卖飞机给丹麦干嘛？而丹麦真的去跟美国买，美国也同意了，就是看不懂，你知道吗？卖东西、买军备、买飞机是一回事，对，我要侵略你又是另外一回事，对，你就觉得很讽刺嘛。是，所以
他说：“你说我只有狗拉雪橇，我就跟你买飞机啊，你也卖给我了。”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下去？你觉得那是一出荒谬的闹剧？而川普，你不要再一直讲那些痴人说梦的事情，因为它绝对不会发生。好，那我们也看看，在川普他喊出说要再次接管格陵兰之后，确实现在格陵兰方面还有丹麦也都随即反击了。两位，我们先来看到一个是丹麦的领导人尼尔森，他说够了。怒呛哦，他说这个威胁、施压跟并吞，并不是朋友之间会做的事情。那去年12月，丹麦的情报机构也首次的把美国，这是第一次列为潜在的安全威胁。欧盟国家也表达了不满。那如刚刚这个干哥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丹麦他还再次的跟川普再一次的提醒他说，我们都是北约成员国，接下来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丹麦其实是有权可以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的，就是有这个集体防卫的承诺的，防范美国再次有其他的行动。丹麦的这个首相也说，美国如果攻击，北约将会玩完了。有没有可能引爆北约自己内部的冲突、导火线，甚至内战？因为美国而引起，上次哥怎么看？首先对格陵兰的这个事情，我基本上是很悲观的哈。那我是很乐观，川普会把格陵兰拿下来。我甚至个人推测，2026年底或2027年有可能就有这样子的具体动作。为什么这样讲？川普对格陵兰，除了上届来讲，他在去年刚当选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可你看，丹麦到底做了些什么？格陵兰实质做了些什么？首先，北约跟这个丹麦之间的关系，丹麦相对来说是比较疏离了。虽然丹麦本身的军力其实在北约当中也有贡献，表现的还可以，但是对于自己本身这个国家死都没有想到，也都没有准备，格陵兰有可能会被拿走，没有这个准备。可是当现在川普这样想，我想他们骨子里还不相信。所以你没有看到这1年来积极、非常害怕或可切的准备，所有这些都是喊一喊的外交动作，废一废这样子而已。所以你说真正要防止美国拿，没有别的，就是只有跟中国跟俄罗斯直接间接有些挂钩，可是这就是丹麦做不出来的事情，就卡在半空中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首先是说丹麦跟北约之间的关系，而且北约很现实啦，一旦现在川普的主义扩张军权到这样的地步。你说整个欧洲北约会直接起来对付美国，而且没科列给代击。而且我们现在我一直注意一点，如同刚刚大使所提到，我觉得在这一次这个对委内瑞拉对我最触动的是什么？就是看到整个川普在海湖的庄园里头，在看整个抓马杜罗整个过程，他的表情，他非常投入。这是一个他自己出场一个军事权力当中，他一动念就可以把所有的职权都完成的那个。权力欲望的东西，我觉得比关税战，比任何他在去年当中所有一切的国际外交的那些狠招来讲，我觉得是最刺激权力欲、最容易让人上瘾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会持续下去的。而且格陵兰现在真的说实在的，在现在所有来看，就是其实有很多欧盟的抗议，对现在此刻上瘾的川普来说，就是吠叫的狗，拍一拍或者给点肉。不就结了吗？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什么压力？那个部分是不对称的，这个权力的状况。而且坦白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可能唯一的问题就只是地广人稀而已。就是你虽然说我把格陵兰攻下来，可是要真正的治理或掌握、开采稀土，可能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但要拿下来这件事情，其实相较于现在委内瑞拉来说，更的简单多了。而且最后要注意，全世界现在都有看到这个趋势的变动，威权强权的绝对性。它产生的不只是政治意识，像关税战这种东西跟金钱，你现在看到是物理跟地理的空间也都开始被掠夺了。对，如果格陵兰这被我拿去，我觉得也符合趋势了。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